8月12日，北京高调宣布了一项看似温暖的新政——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。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，单笔5万元以下的消费贷款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。官方信心满满地说，这将减轻居民负担，刺激消费。可是现实却狠狠给了一记耳光。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欢呼，而是冷嘲，在加工资、发福利前，他们选择了放贷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扎破了官方营造的美好泡泡。说白了，北京的逻辑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，那就逼你去借钱，借不到，我来补贴利息，帮你敢花。但问题是，中国人缺的真的是利息吗？不是，中国人缺的是活下去的底气。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发布会上举了个例子，如果有人贷款20万元装修，利率3%，要付6000元利息。新政贴息1个百分点，相当于省2000元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划算？可问题来了，你得先敢借下这20万元，你得有信心未来能还得起本金，你得确定未来几年收入不会断崖下跌。如今的中国家庭敢贷款吗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那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39200元，折合每月3266元。可与此同时，人均负债却在飙升。央行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总额已经超过74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60%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早就背着沉重的贷款包袱，房贷、车贷、教育贷，甚至还有年轻人为了买手机分期付款。现在北京又拿出消费贷贴息，无异于让已经走到悬崖边的人再往前跨一步。社交媒体上吐槽一片，缺的是本金，不是利息。年轻人千万别超前消费，到时候你会后悔的，连骨头都啃不起。老百姓需要的是工资涨，而不是贷款利息少。这种反应很真实，因为所有人都明白，这不是雪中送炭，而是饮鸩止渴。尤其是中产阶级最怕这种政策诱导，他们被要求背起债务，为经济托底，结果是收入不涨，支出不断增加，最后生活品质直线下滑。有人甚至形容，这根本不是消费贴息，而是强迫中产把最后一滴血榨出来，这就是变相降息。可问题是，中国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钱再多也没人敢花。数据证明了一切。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多月徘徊在负区间，通缩阴影笼罩。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跌，企业利润缩水。PMI 和 NMI 采购经理指数双双低于荣枯线50%，制造业、服务业双双萎靡。这就是现实，钱不流动，经济就像心脏骤停。现在你告诉老百姓去借钱消费吧，无异于把心脏病人推去跑马拉松。更扎心的是，北京的政策经常自我打脸，这边喊着要救消费，那边却出狠招压消费。上个月出台的禁酒令，直接让高端白酒市场跌入冰窟。茅台、五粮液的股价连环暴跌，餐饮、会务市场一片哀嚎。现在又说要用贷款贴息刺激消费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更致命的是，从9月1日开始，全国要全面强制缴纳社保。对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来说，这几乎是最后一根稻草。社保一缴，手里流动资金骤减，消费更不敢提。一句话，一手拖消费，一手掐消费。北京的政策自己打自己耳光。别忘了，这笔贴息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财政部说了，中央财政出90%，地方财政出10%。换句话说，
这笔钱最终还是来自纳税人的口袋。问题是，中国财政早已入不敷出。光是2024年，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就超过40万亿元，其中大量是城投债，靠借新还旧苟延残喘。现在再给消费贷补贴，这不是救经济，这是把财政推向更深的债务黑洞。更糟糕的是，一旦贷款人无力偿还，本金收不回，银行就会出现大面积坏账，最终损失还是要全民埋单。有资本市场人士一针见血地说，这笔钱不会进消费市场，只会在金融系统里兜圈子。老百姓缺的是收入，不是贷款。北京推出个人消费贷款贴息，看上去是福利，实际上是一个赤裸裸的陷阱。它不是要解救老百姓，而是要把所有人的未来提前透支，用个人的负债去拖住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经济。一句话总结，老百姓缺的不是利息，而是希望。任何消费的前提是什么？收入稳定。可是现实却是，中国人这几年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冰冷无情。2023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.3%， 但扣除通胀因素后，实际增速只有 2.4%。2024年，受失业潮和经济下行影响，实际收入增速跌到 1.9%， 远低于 GDP 增长目标。2025年上半年，人均收入增速甚至不足 2%， 已经接近零增长。更可怕的是，支出却在持续上涨，尤其是医疗、教育和养老支出，像一只无形的黑手，死死掐住家庭的喉咙。2024年，中国家庭储蓄率一度飙升到 36%， 超过全球大部分国家。这不是因为大家钱多，而是因为不敢花。一句话，消费信心已经崩塌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一线城市，年轻人宁愿晚上加班到11点，也不敢花1分钱点外卖；中年人宁愿骑着电动车冒雨上班，也不敢买车换车；老年人宁愿省药钱，也要把钱存银行。这不是消费降级，而是生存模式。收入为什么停滞？因为工作越来越不稳。2024年，全国调查失业率维持在 5.1% 至 5.5% 之间，但那只是官方数字。真实的情况呢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份调研显示，2024年全国青年失业率实际可能高达 32%。仅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就有超过240万家小微企业注销，大量服务业岗位消失。互联网大厂、房地产、教育培训等行业裁员潮接连不断。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，中国2024年新增就业人口只有约1000万，但同期新增大学毕业生高达1179万。每年都有数百万年轻人直接掉进失业深渊。失业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源，没有收入意味着不敢消费，不消费，经济就进一步下滑。于是，中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这时候，北京推消费贷款贴息，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让你即便没钱，也要硬着头皮消费。可这和把病人推去打鸡血有什么区别？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定时炸弹。央行数据显示，2024年底，中国居民贷款余额突破74万亿元，人均负债超过5万元，其中住房贷款占比高达 60% 以上。换句话说，绝大多数家庭的未来收入已经被房贷牢牢锁死。信用卡不良率不断上升，2024年超过 3%， 创近10年新高。再加上教育贷款、消费分期，很多年轻人还没踏入社会，就已经背上了几十万债务。现在政府在推消费贷贴息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让负债率更高，让更多人掉进债务泥潭。更可怕的是，
一旦经济下行导致收入减少，大量家庭会陷入还不完的债。到那时，不仅个人破产，金融系统也将被拖垮。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，这次消费贷款贴息的资金来自财政，中央出90%，地方出10%。问题是，地方财政早就穷到揭不开锅。2024年，全国财政赤字率已经突破3.8%，创历史新高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40万亿元，其中城投债 iLoan 就接近20万亿。光是利息支出，每年就要耗掉地方财政收入的30%以上。地方财政已经病入膏肓，却还要硬掏钱补贴消费贷，这是救经济吗？不是，这是自残。就像有网友讽刺的那样，财政已经穷到发不出工资了，还要贴息帮老百姓贷款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中国住户存款已经超过160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120%以上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不是没钱，而是不敢花钱。这背后反映的是对未来彻底的失望，担心失业，不敢花；担心社保缴费更高，不敢花；担心养老无保障，不敢花；担心子女教育成本飙升，不敢花。所以，不管贴不贴息，不管利率降不降，消费都提不起来。就像一句扎心的评论：老百姓不是不会算账，而是算得太清楚了。北京的贷款贴息政策看似是救市，其实是把未来的消费透支到今天。可是，当未来已经预支完了，还能靠什么？过去靠房市，楼市崩了；后来靠出口，外贸遇冷。现在想靠消费，可老百姓口袋里连零钱都快没了。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，政策花样百出，却救不了一个失去信心的社会。最终，老百姓欠下的是债务，银行背负的是坏账，财政留下的是窟窿，整个社会沉沦在明天更差的集体预期中。一句话，北京推消费贷款贴息，不是为了让大家活得更好，而是为了让经济数据撑得更体面。可问题是，数据可以包装，老百姓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惨。